住過咁多間星野，到底2024年9月開嘅界奧菲陀值唔值得專程入嚟呢？我喺呢度住咗3日2夜，食咗2餐懷石料理、2餐溫泉旅館 style 嘅早餐，個價錢竟然只係等於上一集開箱嗰間白川鄉溫泉旅館嘅1晚價錢。同樣嘅 budget 喺呢度可以換到雙倍嘅星野體驗，仲可以去埋新穗高，坐全日本唯一嘅雙層纜車喺海拔2000幾米睇雪景。喺開始之前，可唔可以俾我少少動力訂閱呢一個頻道，俾個 like 留個言，再將條片分享出去。數數下，呢一間已經係我住過嘅第4間星野，由奧入瀨溪流、輕井澤紅夕雅樂到仙台附近嘅界秋保，今次係星野第一次喺岐阜縣插旗嘅界奧菲陀。我喺1月嚟嘅時候，仲有溫泉旅館嘅接駁車，由高山站坐50分鐘入嚟平湯溫泉。一入到去大堂，嗰陣木香味已經話咗俾我知，呢一個縣嘅特色究竟係乜嘢？同其他界溫泉旅館嗰種隱世感覺好唔同，呢一度多咗一份生活感，會見到北阿爾卑斯山脈，但同時咧亦都會睇到隔離溫泉旅館。正正因為係咁呢，訂房嘅時候我就比較理性，冇追求景觀震撼度比較一般嗰種私人風呂房型，反而揀咗間大少少可以住3個人嘅 TA3 房型。玄關、廁所、浴室裡面嘅備品都係一貫星野嗰種簡約得嚟又好溫暖嘅感覺。而每一間界都會送嘅風呂敷小禮物當然唔少得啦。呢一塊風呂敷除咗係紀念品之外，陣間仲會變身成為一件好實用嘅嘢。嚟到瞓覺休息嘅地方，最 eye-catching 嘅一定係床頭呢一塊彎曲嘅木板，係憑住飛陀好多代木匠嘅經驗而做出嚟嘅。台面上嗰一盞和子燈，溫柔嘅光影呢，好有野口勇阿卡里系列嘅影子啊，定係其實真係佢嘅作品嚟嘅呢？襯埋簡約嘅室內設計，成間房好有禪意。我最中意嘅呢，就係呢一張 L 型嘅梳化，可以好舒服咁樣喺上面做你喜歡嘅嘢。今次喺度住咗3日2夜，包埋早晚餐都只係73,000 N。呢個價錢呢，喺上一集開箱嘅白川鄉嗰間旅館只能夠住1晚咋。我間房呢，係喺東館，樓下呢，就係食嘢嘅地方。至於西館嗰邊呢，除咗客房之外，仲有一個 travel library， 星野嘅傳統嚟嘅，即係無論你幾時行入嚟呢，都會有一啲零食同埋飲品俾你可以喺度睇下書，消磨下時間。travel library 出面係一個設計得好靚嘅中庭，呢條小溪係模仿緊平湯溫泉區嘅湯之川，喺呢一度浸住竹湯，吹住北阿爾卑斯山嘅山風。真係好適合發呆同埋放空。溫泉就係喺 check-in 大堂嘅隔離。正正常常高級旅館嘅設計啦，冇乜 wow factor。佢個露天溫泉呢就有少少取巧，喺個頂啊開咗一個大咕窿。咁所以與其話係露天呢，就不如話佢係將天空框成好似一幅畫咁。我去嗰陣呢，就啱啱落雪，睇住啲雪花喺呢個窿裏面飄入嚟，都算有意境嘅。不過呢度呢，係俾唔到你嗰種露天溫泉應該有嘅廣闊美景。嚟到晚餐時間，除咗用當地嘅食材做主打，星野對視覺藝術好似有一種近乎偏執嘅執着。呢2個戴住面具披住草嘅公仔係奧菲陀祭典嘅傳統蛇子舞，用嚟祈求五穀豐收、驅邪避災。食物嘅質素呢，我係冇擔心過嘅。今餐嘅主菜係飛陀牛嘅 shabu shabu。輕輕咁樣燙2下，入口即溶。呢一餐最驚喜嘅竟然係甜品。原本上嘅時候，我以為係燒棉花糖，點知原來係一場行為藝術。個炭爐入面嘅唔係炭，而係雪糕。
棉花糖呢亦都唔使燒嘅，只係要將旁邊嘅黑糖漿淋落去，糖漿呢就會順住個鐵絲網慢慢流落去下面嘅雪糕度。哇！呢餐飯由頭到尾都係一場觀感嘅表演。第二日嘅早餐，起初望落去覺得好平實，但係個 staff 解釋話呢一個圓盤啊，其實呢係致敬緊飛陀千年承傳呢個叫做曲麥嘅工藝。哇！聽完之後呢一餐突然間升咗呢。而呢一煲地道味噌湯嘅鄉土料理非常之暖胃，喺冬天飲100分。食完早餐，行5分鐘去巴士總站，坐龍飛巴士去新穗高，40分鐘嘅車程，單程係910N，坐到尾站就係纜車嘅入口。纜車飛呢，我就係現場先買嘅，來回山頂西穗高口站係3800N。首先要搭一程普通嘅纜車，然後行5分鐘去第二個站，就可以搭呢一架全日本唯一嘅雙層纜車。隨住纜車慢慢咁樣爬升到去海拔2000幾米，外面嗰啲針葉林呢，全部都被好厚嘅積雪包住，名副其實係一片銀色森林。雖然呢度就未必有藏王樹冰嗰種震撼感，但喺我角度都算係 A 級美景。嗰日嘅天氣呢，真係靚到無話可說啊！藍天白雲襯埋雪景，冇得輸。上到山頂，我決定呢用呢個逆向思維啊！當所有遊客都一窩蜂咁樣去展望台嘅時候，我反而第一時間入咗去佢哋嗰個 cafe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想搶咗呢一個窗邊位。呢度樓底夠高，窗頂嗰個拱形線條呢，將外面嘅雪景襯托得好有美感，打卡一流。我叫咗杯咖啡同埋呢一支頂字嘅 churro。如果你生活上遇到好多小人想頂佢哋嘅話，可以考慮買翻支嚟逐鬼逐邪。飲完咖啡，正式出發去戶外嘅頂峰森林。兩邊呢都係嗰啲好矮嘅雪牆，喺呢一啲純白嘅空間遊走，就真係好似進入咗童話世界咁。由呢一個回廊望出去呢，北亞爾卑斯山嘅山脈真係好壯觀。呢個景呢，好似有一種 magic， 係會將你個腦裏面嘅煩惱一掃而空。最後上埋去西穗高口站嘅觀景台。喺呢度呢，你可以近乎360度咁樣欣賞晒北亞爾卑斯山唔同嘅名峰，例如槍之岳啦、奧穗高岳同埋西穗高岳。呢一個景點，我覺得最少要預留3至4個鐘頭時間喺度，咁先可以慢慢影相，同埋慢慢用雙眼去欣賞北亞爾卑斯山山脈嘅壯觀。翻去星野參加當地樂活動。今次嘅任務係要親手整一個有曲木手柄嘅布袋。喺正式開工之前呢，係要先聽幾分鐘關於飛陀職人嘅歷史。攞住呢一條已經用熱水浸軟咗嘅木條，利用前面呢一個半圓形嘅工具將佢拗彎。等到屈曲咗嘅木條風乾定型之後呢，就可以攞出呢一塊風呂敷嘅彩色布，將佢綁落去個手柄度，變成一個袋。我只可以講啊，我呢一件嘅製成品真係非常之有個性，所以為免大家對呢個工藝有誤解，都係睇翻老師嘅大作啦。喺界奧飛陀嘅第二個晚餐，今次呢就少咗一啲視覺上嘅驚天動地。第一道前菜燒胡麻豆腐配海膽，係一個幾好嘅開場。兩樣嘢呢喺口裏面竟然產生咗一種好有層次嘅化學作用。其餘嘅菜式呢都係以實力取勝嘅，尤其係呢一個燒月子牛蒡信田卷，幾種完全唔同口感嘅嘢搭埋一齊呢，味道又做得幾平均，做得幾好，完全冇衝突。住咗咁多次星野，我以為佢哋呢已經變唔出咩新花樣，點知呢一道鴨肉鍋呢係徹底刷新咗我嘅三甲名單。呢一個綠色嘅陶瓷鍋本身呢就已經係一件好靚嘅藝術品。金黃色嘅清湯裏面淨係放咗一件鴨髀，喺呢一個 moment， 成個畫面好平靜。但係當湯底一滾起，再放埋嗰啲配菜同埋鴨肉片，哇！成個氣氛突然之間變得好澎湃。
湯底鮮甜，而隻鴨髀呢亦都煮得好腍，基本上呢，用筷子輕輕咁一掂呢，就已經可以做到骨肉分離。最後將蕎麥麵放埋落去，吸收晒所有鴨肉同清湯嘅精華。呢一餐晚餐係我住過咁多間溫泉旅館嘅三甲。最後一朝嘅早餐，見翻呢一個好熟悉嘅穀物圓盤，上面嘅小菜呢就稍微調整過啦，可以保持新鮮感。但係成個早餐嘅重點依然係呢一鍋熱辣辣嘅鄉土料理雪塔爹。呢碗湯比起一般嘅味噌湯呢，白得嚟帶有啲厚度。其實佢係將黃豆磨碎之後加落去麵豉湯嗰度熬，所以呢啲豆香係非常之突出。喺一個凍冰冰嘅朝頭早呢，乜都係假，呢一種濃郁嘅溫暖呢先係最實際。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，下條片呢，我會比較高山同埋犬山城嘅街頭美食，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嘅使錢活動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